云手这个动作呢，它是左右手依次做立圆的这种运动，左右手。那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呢，左手依次，右手依次的画立圆的时候，好像天空中的云彩一样，所以呢叫云手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它也是我们太极拳里面的手法里面云掌的一种方法。那么下面请看这个动作的正面演示。我们从单边变云手动作。一，右脚踝关节放松，重心向右腿移动，同时左脚扣正，右手由勾手变掌打开，左手掌心向下，向右移动到自己右侧方。左手向上起的时候，重心向左移动，移至左腿。左手到中线以后，再向左走的时候开始翻掌，右手向下走弧。同时收右脚，收到左脚内侧点地，这时候两脚之间的横向宽度是一纵脚的距离。右手收到左手肘关节下侧方，右手向上走，重心同时向右腿移动，右手走到中线后开始翻转，旋转手臂，左手走下弧，通过腹前走下弧到身体的右侧方的右内侧，右手向右打开，手腕的高度与自己右肩同高，眼睛看右手外侧方向。左脚打开，打开的时候宽于自己的这个肩宽，右手向上走立圆，重心同时向左腿移动，同时转腰带臂，转腰带臂到身体的左侧，左手打开，左手手腕与肩同高，右手与肋同高，重心向右腿移动，右手过中线以后开始翻转手臂，左手经腹前画弧到身体右侧方，右手手腕与肩同高，左手与肋间同高，同时开步，重心再向左移，左手过中线，转腰带臂到身体的左侧，右脚收至左脚内侧，两脚平行，右手向上走弧，开步，收脚。云手动作做的时候呢，容易出现很多的这个错误动作。那么最容易出现就是什么呢？后跨。我们在重心向右腿移动的时候，重心不平稳移动，而是突跨走。重心向右移的时候突跨，这时候突跨跟我们这儿一定要脸进臀，脸臀向右转。好，那我们再做一个，在走的过程中呢，我们这个走的时候重心有起伏。你看，我们向右转，把重心就提起来了，然后再向左走的时候，来向左走，转向也是走上弧站起来了，然后转过来又下去了，对，出现高低起伏的这种现象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好，再做单边，我们这个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它是重心在平稳的基础上去走，保持重心的高度不变啊。保持重心高度不变，向左转带臂，这是一个错误动作。还有呢，我们在走的出现八字步，就是八字脚。你看，一
重心右移，扣脚。扣脚的时候，扣的角度呢，这时候应该扣到正前方，但是我们有时候扣的时候，扣的角度不够，那么就形成什么八字。然后收右脚，向左转，又是一个这个两脚，那么这个两脚这个就形成八字脚的动作。我们在做的时候一定不要八字脚，两脚一定是平行的。那么两脚之间大概有一纵脚这个距离，或者说是一拳左右的距离为最好。所以大家在做的时候一定注意八字脚不要。好，我们再做啊。我们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转腰。好，走，比如走向左，就是只是胳膊走，两个手臂画弧形走，腰不动，走，对，走，你看这时候腰不动，那我们太极拳讲究什么呢？以腰带动四肢，那么腰动手动，腰不动是手不动的，但我们只做这个手臂，腰不动，这个动作就错了。好，我们再来。那么腰为主宰，腰动手动，所以走的过程中扣脚，转腰带臂，用腰的转动，对，带动的四肢的转动，走，腰动，上肢动，对，你看转腰带臂。好，再来。那有的同学呢，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做的时候连胯一起转，我们这时候保持重心的稳定，胯是不要跟着太大幅度的这种运转。那我们做一下啊，你看转胯，那我们这是连胯一起转了，这个时候不要再走，你看整个连胯一起转，动作幅度相当的大。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，胯不要，尽量是转腰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系腰带这个地方往上的这个位置啊。那我们再做一下，来，走，走，哎，转腰，用腰带动走，转腰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再做一个呢，还是什么呢？就我们这个手，有的同学做的时候过高，有时候在云手的时候都超过自己头了，不要超过自己头。它的高度呢，手指的高度啊，不要超过自己的眉毛就可以了，在自己面前。所以做的时候，你看做一个比头还要高，哎，高上去了，看这个云掌这个意识就做不出来了。所以大家做的时候不要超过自己的这个眉毛，在自己面前就好。走，掌，转，哎，好的，不错。好，那么还有一种错误是什么呢？这个手我们在做云的时候，这个手始终不翻掌，到身体右侧了，突然间的翻掌。这个有突然间，因为太极拳讲究什么匀速，尤其这个杨氏太极拳风格特点啊，它过中线以后就开始翻掌，到侧面的时候正好翻掌完成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过中线以后，它就开始旋转手臂，到末端的时候正好完成。所以在做的时候，走，我们做一个不翻掌的啊，走不翻掌，到这儿突然间翻掌，有一个加速。这个不对，我们再做一遍，做一个正确的。好，走，左手过中线，内旋手臂。什么是内旋呢？就是拇指向自己心脏这个方向啊，中间自己中线方向旋转为内旋。如果这个拇指向自己身体外侧方向就为外旋。所以我们这时候是有一个内旋手臂。走，再走，内旋手臂，对，转。哎，好的，好听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什么撩手，到这儿以后，你看它撩腕往外撩，大家注意这个不要做。这个撩腕的时候，它不是手臂的旋转，但因为旋转的它是有一个外撑进的，撩的话是没有外撑进的，那它跟云手的这种运动方法就不对了啊。走，撩腕，对，把手撩出去了，你看，走起。哎，这个时候就不对了。那我们走的时候，走云手，走正确的旋臂转。好的，好。那么收势。我们做云手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动作，就是从侧面才能看到它的错误动作，就是左手下来的时候扣左脚，往上起的时候，这个手呢离身体太近。
就是说我们这动作不饱满，不撑出去，因为我们要有一个动作饱满圆撑的动作，所以要有一个外撑，离身体是有一定的距离的。肩松沉，肘坠，手往前松撑，背往后倚靠，松胯根。我们这时候做出来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这个动作做得过于瘪了，你看。好，还有呢，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出现塌腰。来，我们做一下，哎，塌腰。你看，转走，身体到左侧去收脚，这时候出现塌腰的这种现象。那我们这时候要求是脸臀立腰，背要有一个上下松垂的这种感觉，而不是塌腰凸臀。所以大家做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脸臀立腰。这时候转腰一看就非常明显了。如果我们不转，你看是侧面，只是把眼睛向左侧方看了。这时候我们要求胯不动，转腰，向左转腰，哎，看出去，通过左手的手指方向往远看出去。这时候我们这个动作保持立身中正。右手往下松沉，右肩往下松沉，右腋虚下。好。云手呢，这个动作呢，攻防大家看一下。假设对方向我推来啊，那么我这个手抨击对方呢来走，向我推。对，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向外有一旋波的这种力，这个手臂呢外侧方要有一个膨劲儿。这个时候他推的时候，我改变他的用力方向，走他的直力向我推进来。那我在走的时候是转腰带臂，把他的力引向外侧方，这是一种。那我们转过来再做一遍。好，走推，好走推，哎，向外侧方这样去走，再来一遍。你看我转腰带臂给它带出去。好，那么这是一个，还有一种呢是一个撅臂的动作，因为我们在云手做的过程中是有这个两手相错。那么相错的时候，它是一个云波掌的动作。我们再走，我们转过来这个方向。假设对方击打过来啊，我左手一定要拿捏住对方，裸住对方的手腕，右手呢就反关节这个地方，看右手向上起的是云波掌动作，这个两手相错的这个意识灌到自己手臂上去，云波掌。所以我们在这儿有一个看云波掌云出去啊，那两个手就有一个错的这种相错的这种劲力，左手向下，右手向上。所以我们在练习这个云手的时候，一定是两手一上一下，这个意识灌到自己的手臂当中去。这两手也是一上一下，两手相错，千万不要没有，只是走运动路线、运动方向，没有意识，很空。那么运动路线、运动方向也没有错误，但是你的这个缺乏这个味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把动作意识灌到动作当中去。你在做云手的时候，脚底下蹬的这个力要通过你腰的传导到达自己的手臂上，到右手臂转，右腿蹬的力到达左手臂，它两手是相错的，这有蹬进到里面，而不是空的腰上不起传导。没有起到传导的作用，只是画弧，运动路线、运动方向是一样，但是你这个运动的意识没有。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假设对方过来，我要有一个相错，真的好像这个人的手臂在你的这根手臂上，这两手有一个相错的这种意识到里面。好，云手的攻防就讲到这里。
云手做的时候，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重心，一定要注意不要有起伏。大家做的时候，有时候有重心起、重心落、重心起、重心落，这个时候是非常忌讳的。因为云手的时候，我们是要保证这个重心在平稳的状态下去进行的。好，那么重心保持平稳了，我们的这个腰的动作也是非常重要。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很多的同学是腰不动，只是做手臂上下运动、左右运动。那这时候我们知道太极拳是腰为主宰，腰动手动，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中，一定是腰起到主宰作用，腰的转动带动我们的上肢。看，两手相合的意识，带动手的上肢来运动，两手走的过程中是腰动带动手臂去动的，这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呢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可能侧面呢大家才能看到，正面不容易看到。就是我们在做刚才说的，这个手臂离身体太近了，你看动作很不饱满，很小，对吧？我们要求是什么？立身中正。动作一定要舒展大方饱满的，所以手臂尽量舒展开，背往后一靠，手臂舒展开，动作非常的饱满去做这个动作。然后呢，还有我们这个腰的动作，从侧面也是能看到。我们如果凸臀塌腰这个去做的时候不可以，一定是敛臀立腰。还有一个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会出现，有的人会不出现，但是多数人也会出现，就是这脚走的时候可能会有往前的这种现象，走斜线。这时候一定要注意，你这个开步的时候，由脚跟到脚前掌，然后再从脚前掌再到脚跟，这横开步一定是在一条线上，不要是一条斜线上。注意两脚是在一条横线上啊，左右的横线上。还有呢，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呢，大家一定要提住顶，一定不要松，一定从侧面看一看，一松这个动作就很没有精神，一定要虚领顶进，眼神呢一定要放出去。我们再看，不要看自己的手，你看这样的近距离看自己手的话，这个没有眼神，所以我们在走的过程中一定要往远看，通过你的手往远看，把眼神露出来。还有我们在八字脚，八字脚是比较常见的，在走的过程中成八字，一定注意点，这个脚提起来以后，脚是竖直向前的，两脚一定是平行的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形成这个直线的这种运动。好，那么云手这个动作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。